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这一期视频，不管是作为新手的你，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你，都一定要看完。在钩织娃娃这个领域上做了一些精华总结，选择了这个外形简约并且可爱的兔子作为示范。视频会分为4部分进行讲解。首先的话呢，是材料的选择、主体的教学，还有最重要的缝合比例以及思维导图的讲解。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首先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会选择用4股的牛奶棉，不仅成品会美观，而且的话对新手来说也非常的友好。鼻子和嘴巴是缝制上去的，所以可以选择相似比如咖啡或巧克力色的线就可以了。钩针方面的话，选用 2.0 或者是 2.5 的钩针都可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在手劲方面还不是很会去衡量之前，我们可以先用 2.5 的钩针来作为练习。铃铛只是作为装饰，所以的话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准备好材料过后，就可以来示范一下头部的制作过程。环形起针，6针的短针，手部要尽量的放松，我们不要把线圈拉得太紧。第2行的话，我们在第1行的基础上面钩6个短针的加针。短针的加针就是在一个针目上面钩2次短针。第3行的话，我们需要隔1针加1针。第4行的话，我们是隔2针加1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笔记部分。6到9行的话呢，兔子的头部是不需要加、不需要剪的，一共钩30个短针。第10行开始的话，我们需要钩兔子脸颊的部分，所以需要稍微的讲解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兔子的后脑勺的部分，在这里我们需要先钩7个短针。我们先把头部进行对折的话呢，我们会找到前面这一部分是属于兔子的正脸部分，那么我们需要在兔子脸颊的2边分别做出它的腮红部分。所以的话，我们在2边都需要做7个短针的加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笔记部分。左边的脸颊完成后，我们必须要在鼻子这一边做一个减针的处理。一来是方便我们后期在做缝制的时候方便辨认出那个位置，也就是它脸颊对中的位置。短针的减针完成过后的话，我们继续把剩下的右脸颊部分完成就可以了。
脸颊完成后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就在前面两边各做了7个短针的加针。那我们下一行的话呢，需要先钩5个短针。5个短针过完以后，我们要在刚刚开始脸颊的开始处做短针减针的处理。详细可以看一下我的笔记部分。短针的减针完成过后的话呢，在刚刚上一行脸颊的部分处，我们就不需要再加针了，只需要钩完29个短针，然后按照笔记部分去完成就可以。12到14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需要加针，不需要减针，每一行都是钩41个短针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完成14行过后的一个效果。从这一行开始的话呢，脸颊部分基本上就完成了，我们需要慢慢的进行收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脸颊的部分都做了7针的加针，所以对应的我们在这一个部分也要做7针的减针进行收口。去到鼻子的中央部分的话呢，会用到3针合并1针的针法，不管是2针并1针还是3针并1针，我们都统称为减针。减针的用意呢，是让主体的钩织更加的凸显。大家可以看一下15行钩完后的效果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要开始把剩下的整个头部进行收口完工。那我们刚刚在头部的顶端呢，是对应做到3针，隔3针加1针，所以我们在收口的时候呢，也是隔3针减1针，慢慢的过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笔录部分。完成16行过后的话，我们要开始放入棉花，一边放棉花的时候，一边去调整整一个头部的形态就可以了。我们再继续完成第17到18行，按照笔录部分完成最后一行过后，我们需要留长线，因为我们需要用缝合针来收口了。这一部分大家需要比较认真的去观看，因为它是属于无痕收口的小技巧来的。缝合针进入第1针，然后再回到最后1针的内半侧，缝合针从内至外，围绕着每一个针目的外半针围一圈，最后1针过后，我们就可以拉紧线头。拉紧过后，我们就可以收线头了，多余的线头剪断就可以。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耳朵的制作过程。耳朵的话呢，会运用到短针、中长针、长针以及引拔针的基础知识。对于新手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的话多加练习几次就可以了。
耳朵的起针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会运用到锁针的起针方法，一共需要起20针。锁针起针的形态会非常像女孩子的麻花辫，所以我们也把这一个称为辫子针。我们的手要尽量放松，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可以换稍微大一点的钩针，2.5的。钩完20个起针过后，我们需要往回倒数的第2针里面钩5个短针。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笔记部分。演示一下中长针的钩织方法。中长针的高度是短针的1.5倍。钩针需要先绕线进入针目，带线出来，再绕线一次性拖过钩针上3个线圈。这个就是中长针的钩织方法。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长针的钩织方法。长针和中长针是一样的，也是要绕线进入针目，可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先绕线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过后2个线圈，而长针的高度是比短针高2倍的。耳朵的半侧完成后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而短针、中长针、长针其实是决定了耳朵不同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待会的另外一个半侧的话呢，就做对称就可以了。按照笔记部分，我们现在需要转弯回去。可以看一下耳朵完成后第1行的效果。那我们如果手没有办法很松的话呢，整一个耳朵的织片是会卷起来的，它没有办法呈现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没有信心，一定要用2.5的钩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手松和手紧度。耳朵的第2行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围绕一圈钩短针就可以，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减，一共是38个短针。配合新年主题，所以我选用了红色来做蝴蝶结部分。蝴蝶结跟耳朵是一样的，也是用锁针的起针方法，一样也是会用到短针、中长针、长针的一个基础针法。所以如果我们耳朵已经练熟悉以后的话呢，蝴蝶结是相对比较轻松的。蝴蝶结我们需要起针25针。蝴蝶结是从左到右、上到下都是对称的一个钩织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笔录部分。中间会做6针的引拔针，是留了蝴蝶结打结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蝴蝶结的上半部分完成过后，左右两边都是对称的。往回这一边，它的左侧
对称的勾回蝴蝶结的下半部分。蝴蝶结勾完以后，我们需要对折打出一个结在中间。来到我们最重要的第3部分，就是缝合比例的讲解。首先，我们先要用巧克力色的线来缝合鼻子和嘴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对中，找到刚刚减针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鼻子和嘴巴的中心对称点。然后呢，以2针的距离，2个针目的距离去缝合鼻子和嘴巴，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是非常的可爱的。2端多余的线头我们可以聚集在同一个针目绑结，然后剪断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眼睛摆放的距离，我是以嘴巴作为对中，相隔一共是4针的距离。耳朵的话是用缝合针缝合上去的，也是一样摆在头顶的正中位置进行缝合。可以用自己已经没有再用的腮红给小兔子画上一个可爱的妆。大家可以看一下成品是非常的可爱的，不管是平时用作装饰还是新年来说，都是非常可爱的吉祥物。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去熟悉以及创建钩织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成品会跟原作者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主要的话呢，是有4大的原因。第一个是配色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缝合的比例没有拿捏的准确，第3个就是手的松紧度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不会分析娃娃的整体的结构。这一期我会重点讲解一下娃娃结构要如何来分析。以头部为例，第一部分需要逐渐的扩张，所以会用到加针。那第二部分的话呢，它已经扩张到一定的程度，就不需要加针，也不需要减针了。第3部分，因为娃娃的脸颊是为了让它整体更可爱一些，所以我们加针的时候需要2边对称去完成。娃娃成型过后，第4部分就是逐渐收口的部分，需要用到减针。如果还是有不懂的话，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并分享哦。那这期就先这样子吧，下期再见，拜拜。